2025年11月18日，互联網服務商 Cloudflare 出现長達5小時的故障，包括 GPT、Twitter 在內的大量頭部互聯網服務全面癱瘓。這也是繼6月12日的 Google Cloud 故障和10月19日的 AWS 故障之後，半年來出現的第3起全球範圍內的大型癱瘓。這也提醒了各位，互聯網這個強大的科技產物比你想的還要脆弱。而在3次事故裡出場2次的 Cloudflare， 作為互聯網的基建服務，也是它脆弱的根源之一。作為全球最大的 CDN 之一， Cloudflare 的核心定位就是流量的第一道關卡。當然，能做到這個市場規模， Cloudflare 自然不能只販賣基本的流量加速功能，防火牆、限流、監控、debug 之類的功能也算是 CDN 服務的標配了。而這其中就有一個叫做 Bot Management（BM） 的模塊。顧名思義，這就是用來檢測 HTTP 請求是否來自爬蟲之類的機器人。這個模塊每隔幾分鐘就會從數據庫獲取最新的特徵數據，用來更新自己的檢測模型。在11:05分 ，Cloudflare 程序員對數據庫的權限設置進行了更新，這個更新引發了連鎖反應，導致返回的數據會有點 bug。時間來到11:28分 ，BM 模塊定時連接數據庫，但這次他拿到了有 bug 的數據。對此沒有任何防禦的 BM 模塊整個崩潰，所有 HTTP 請求都被報錯打回。而因為數據庫補丁的發布是漸進式的，所以此時還有一些分片沒有更新到 bug。如果 BM 模塊下一次定时更新時，剛好連上的是還沒有 bug 的那台機器，它就會拿到乾淨的數據，檢測就會恢復正常，故障就會消失。於是從11:30分到13:30分，請求的報錯呈現過山車式的曲線，一會兒很多，一會兒很少，一會兒完全消失，一會兒又強度拉滿。這就導致了在事發的前2個小時 ，Cloudflare 的工程師一直都把這件事當作是黑客組織的 DDoS 襲擊來處理。因為剛好在前一天，微軟就剛剛遭遇了每秒 1.8 TB 的 DDoS， 僅次於 Cloudflare 自己在9月份遭遇的歷史最強的 2.7 TB 每秒的 DDoS。直到13:30分，數據庫補丁的滾動更新完成，現在所有分片都有 bug 了，報錯曲線也變成了平穩的直線。工程師們這才意識到故障可能出自於內部系統，他們快速定位到了 BM 模塊，找到了有 bug 的數據，於是對數據進行了回滾。當然這是沒用的，因為又過了一會兒 BM 模塊就會重新從數據庫獲取到最新鮮的 bug。直到14:24分，工程師才找到問題的源頭，掐斷了 BM 模塊的定時更新功能，並手動部署了一份乾淨的數據。6分鐘後，全球的 BM 模塊都同步了乾淨的數據， CDN 服務才開始恢復。最後在17:06分，所有被連累的服務陸續恢復，故障到此結束。整個事故持續了5個半小時，超過了6月份被 Google Cloud 連帶着中招的那次，成為 Cloudflare 歷史上最長的一次故障。6年前 Cloudflare 的程序員因為寫錯了一段正則表達式，引發了當時互聯網歷史上最嚴重的全球癱瘓事件。這事兒在第15期視頻裡有詳細的解說，感興趣的可以去看看。可能是受到這個事情的影響，在 BM 模塊的設計裡，他們沒有用正則表達式對 HTTP 請求進行過濾，而是選擇了傳統機器學習打造了 Classifier 模型。選修過機器學習的各位應該都還記得 Classifier 準不準取決於特徵 feature 的選擇。一個 HTTP 請求明面上可以作為 feature 的信息就已經有很多了，比如單單是原生的 HTTP header 就會包含30多種參數。但網絡是瞬息萬變的，敵人時刻都在調整，我們自然也不能坐以待斃。所以 BM 模塊沒有寫死 feature 列表，而是從数據庫中動態獲取，這樣就能確保所有 classifier 都可以在第一時間拿到最新最全的特徵數據。在數據庫裡儲存這些 feature 的表格叫做 HTTP request features， 它的每一個 column 就是一個 feature。因為某些歷史遺留問題， BM 模塊要先通過一個叫做 default 的 database 拿到這個表格的 metadata， 也就是每個 column 的名字、類型之類的信息。在 BM 模塊的代碼裡，這個步驟由一個很簡單的 SQL 完成。拿到這些 metadata 之後， BM 模塊就可以通過一個叫做 R0 的 database 讀取表格裡相對應的數據。這樣做其實有點脫褲子放屁，你都允許用戶讀取 R0 上表格的數據了，幹嘛還把它的 metadata 藏起來，要用戶跑去另一個地方拿呢？ Cloudflare 的程序員也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他們在11月18日早上11:05分推送了這麼一個更新，給用戶加上直接讀取 R0 的 metadata 的權限。
這樣用戶就可以直接在20上完成所有操作，速度更快也更安全了吗？这个权限的改动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出在执行第一步的这段 SQL 代碼上。你會發現這裡只是寫明了要查找的 table 名字，但沒有說是哪個 database 裡的 table。如果他們用的是世界上最好的數據庫 Postgres， 那麼一切都不會有問題。因為 Postgres 的 database 是互相隔離的，用戶每次連接數據庫只會連上一個 database， 也只會看到這個 database 裡的數據。你連上的是 default， 看到的就是 default 裡的 system columns， 連上的是 R0， 拿到的自然就是 R0 裡的 system columns。 但是 Cloudflare 用的是 ClickHouse， 這是一個普通人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在業內名氣很大的數據庫。 ClickHouse 是俄羅斯人發明的，用上了很多俄羅斯特色的數學黑科技，主打的就是一個快。要快就要有取捨，在讀取權限的設置上，它採取的就是 implicit 的範圍控制，也就是說用戶有多少數據的讀取權限，它所發起的查詢就會看到有多少數據的信息。所以在權限改動的補丁發布後，用戶同時擁有了 default 和 R0 的 metadata 的讀取權限。那麼這段 SQL 代碼現在就會同時看到這兩個 database 的 system columns 數據，它返回的就是每個 column 都重複了一遍的 feature 列表。這一坨錯誤的數據就是一切的源頭，故障的導火索。大家可以盡情吐槽這段 SQL 代碼，可以批評它為啥不在 where 條件裡面加上 database 等於 default 或者等於 R0， 為啥不用 select listing 進行過濾。但我認為負責 BM 模塊的整個團隊都應該受批評，因為你們既然選擇了 ClickHouse， 就應該很清楚它獨特的權限邏輯。那麼在做了一個關於權限的改動後，重點檢查所有受影響的 SQL 代碼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吧。更何況受影響的總共就2步，第一步總共才4行代碼，怎麼能從頭到尾都沒有一個人發現問題呢？之前 Google 和 AWS 的故障報告都很老實的解釋了開發組在測試階段都犯了什麼錯誤，導致 bug 洩露到生產環境，但 Cloudflare 的這份報告對此只字未提，所以我們就無從復盤了。接下來這份錯誤的 feature 列表將會被 BM 模塊的應用代碼使用，開始錯上加錯。Cloudflare 的主旨一直都是更快更快更快，所以他們在 BM 模塊代碼裡使用了 pre-allocate memory 的做法，也就是提前預定一節內存空間給 feature 列表，避免需要在 runtime 動態檢查列表的長度動態分配內存。而這個預留的空間是200個 feature 的長度。200這個數字沒有任何特殊含義，純粹就是 Cloudflare 的程序員覺得這個數字夠大，在可見的未來應該都不會有問題。畢竟一個 HTTP 請求就那麼點東西，拼命湊估計也就能湊出100來個 feature 吧。他們完全沒有考慮過有一天會從數據庫獲取超過200個 feature 的可能性。所以在把 feature 列表併入數組的那行 Rust 代碼裡，對於潛在的數組溢出錯誤，代碼中使用的 unwrap 來處理。unwrap 函數是 Rust 中的核武器，一旦遇到錯誤，它就會把整個程序給停掉。這也直接導致了 HTTP 請求的報錯。在官方故障報告發布的1個小時後，我就在網上看到了大量的視頻和文章，說這次故障完全是 Rust 代碼的鍋，寫 unwrap 的人該死。我不確定這些人有多少是真的看懂了整篇報告，我估計他們就是鼠標一拉到底，看到了最後這張 Rust 代碼的截圖，於是就圍繞着它進行看圖寫作文了。我在第21期視頻裡對各大語言的錯誤處理機制進行過深入討論，其中就提到了 Rust 強制要求程序員處理所有的錯誤是一個很好的做法。當時就有不少人在評論區裡說 Rust 有 unwrap 這種後門，哪裡算強制要求了？他們沒搞懂的是 unwrap 本質上就是一種處理方式，只不過是一種非常簡單粗暴的處理方式。如果數據正常就返回數據，如果不正常，那我就把整個程序給炸掉算了。這個粗暴的做法實際上並沒有影響大局，你甚至可以說它立了大功，因為 Cloudflare 最近恰好在升級 BM 模塊的引擎，引擎的遷移還沒有完成，所以在系統內部現在有2個版本的引擎在同時運行。新版引擎因為用了這段 unwrap 代碼，導致 HTTP 請求出錯，而那些還在用舊引擎的用戶沒有出現報錯，但因為 classifier 模型拿到的數據有 bug， 無法正常打分，只能統一返回0分。在正常情況下，0分只會賦予內部系統的請求，就是為了讓 BM 模塊不做檢測，直接放行。而在這個 bug 的影響下，所有外部請求都會被安靜的放行了，BM 模塊等於是形同虛設。
所以如果沒有新版引擎裡的 Unwrap 代碼大鬧天宮， Cloudflare 的工程師們甚至不一定能發現 BM 模塊已經實質性停擺了，也不一定能發現它那麼多低級的代碼 bug。 還不快說聲多謝螃蟹哥。在 SQL 代碼裡少寫幾個條件，在應用代碼裡定死數組的長度，這些低級的編程錯誤都是程序員為了圖方便而走的捷徑。底層代碼是這樣，頂層的架構也半斤八兩。可以說整個互聯網現在就是在各種图方便的角色下形成了一個脆弱的整體。從功能層面上看， DNS、CDN 這些在發明之初就是為了方便数据交流的翻譯表和加速器，逐漸成為大家最依賴的基礎功能。隨便一個出問題，整個互联網都会瞬間变成不联網。而從資源層面上看，網絡基建聚集在 Cloudflare 等幾個企業，應用基建聚集在 AWS、GCP 等幾個雲服務商上。現在懂行的恐怖分子都知道，想要破壞人類社會，不需要多少枚核彈，往弗吉尼亞北部投一枚 EMP 就夠了。這是有點諷刺的，畢竟互聯網的鼻祖就是為了去中心化进行設計的，具有高度容錯的軍事系統。但隨着互聯網的發展，各種新服務的誕生，容錯非但沒有提高，反而是越來越低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如果沒有這些發展，互聯網或許還能保留當初的理論優點，但肯定就不會像現在那樣成為幾十億人賴以生存的社會基建了。我覺得這樣也挺好的，在如今分崩離析的世界，這不就是我們向往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嗎？